当我在签那个 OTP 的时候，我很怕，心里面我会怕，因为没有买过嘛。机会来的话，我是不会错过的哦。哇，如果你要真正的算的话呢，不少过30间。你会不会担心30年太短？我买了几十间，没有一间是最后的。你来拿个币嘞！欢迎收看 Factory Copy Time 工厂闲聊。Factory Copy Time 就是讲工厂的最新的热门话题。来，第一局我们请到 Desmond， 大有来头的 Industrial Investor， 来欢迎 Desmond。Hello， 大家好。Desmond，maybe 可以介绍给观众 about 你的 background。我一开始是做那个 industrial 的 property agent， 所以我专门是做这些 industrial 的，所以我帮了很多我自己的顾客买卖，那么他们真的赚了很多钱。一开始当然是60年，过后政府就改成30年的。我每次都帮我的客人他们赚钱，所以慢慢的我自己也入进了这个 industrial property 的 investment 里面，我就开始投资，慢慢的买这些30年的工厂，从几间现在累积了都有几十间了。哇，都有几十间了。对的，都有几十间了。哇，这样子你第一个的 property investment 就已经是 industrial property 了吗？其实我开始的时候呢，我是 residential 的，跟很多人一样。可是我觉得呢，接下来的那几年，政府一直出很多的条例，不鼓励人家投资私人的 residential 的，所以我就慢慢的改成 from residential investor to industrial investor， 因为我觉得说它的机会会比较多，因为很多人还不了解这些工厂是怎样去投资的。这些年来，我慢慢累积的这些经验，都有帮到我赚到一小笔1桶金啦。哦，这样子，你从你第一次买到现在，你大概可以透露一下你有几间的吗？哇，如果你要真正的算的话呢，不少过30间啊。哦，少过30间，对，这个真的是真的是很多间了的，不少过30间这样子来讲。每个人不一定有超过10间啊，不是每个 investor 都会超过10间的嘛。因为我觉得说，我买了之后，我租出去嘛，你有那个 installment 来帮你还，对吗？然后我有那个升值的那个空间，对，所以大致上你多久才会 accumulate 到这个30间呢？还是说2年这样买一间，还是什么？看那个机会，看几时有什么好的新的 launch 啊，所以我没有限制说自己说1年里面要买多少间或者怎样，就看那个机会来。机会来的话，我是不会错过的哦，我一定跟他进场哦，就来敢去投资，直接扫光是吧？扫光就不敢讲了，扫光就不敢讲了，还是会买，当然是要找好的哦。我自己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升值的，那么价钱又好的话，我会敢去的。所以那个 definition of 好是什么呢？可以 share 给观众知道吗？他们也是很想知道这个东西。当然啦，因为好，每个人买东西第一样当然是价钱哦。当然我用什么定论来决定呢？当然是看这块地的投标价钱多少。当然加上现在市场上的建筑的这个 construction cost， 对，我的 construction cost 的费用，对吗？所以我大概我可以算得出说，那个发展商它的 cost price 是在哪里。对。所以从那一边呢，我会觉得说这个 project 值不值得买。那么我自己也知道了那个 inflation 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一直在上的，所以不可能说下。所以现在的投标大概是多少钱？如果我再算说，我现在买了之后，3年后这个地的价格是不会跌的。是一定一直在上的，那么 construction cost 建筑的这个费用也不可能会下的，也是一直在上。所以我所讲的就好像是 raw material 啦、labor cost 啦、land cost 这些是都要考虑的。当然很重要的另外是地点啦，当然我们不要忽略地点，价格、地点 ，of course 跟它的 design。所以 design 的话呢 ，flatted 呢还是 ramp up？ 那我本身呢，我是喜欢 ramp up， 因为我觉得说 ramp up 是
比较方便，so user 对比较 user 实用一点对，很实用，所以我本身我是会看在 REMA 所以买了这么多你觉得哪一个投资在你的 portfolio 里面是最给你赚钱的？哇，懂吗看你要看要怎样去量衡说你所讲的对最赚钱的，你在你心目中就好了，不需要一个因为很你看定的数字。不同的时间我买，对不对？那个价格是不一样，就比如好像我第一个 investment 我买的时候呢，我是买在2015年，我买这个 Mandai Connection 所以讲老实话，因为我从来没买过 industrial。虽然我一开始我是 industrial agent，我是跟客人讲说，哇，这个很好投资啦，这个很好买啦 ，but 我自己没有入场。过2年3年，我看到我那些 investor 买的每个都赚钱，所以我觉得说，哇，这样的话我自己要入场，所以就从2015年我就入场了。所以Mandai Connection 我不买，我一买我就买了6间，买了6间Mandai Connection，对，当然那时候价格比较低 land cost、construction cost 肯定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买的时候真的是很便宜。然后我住了10年，所以刚好就是去年尾到今年头，我这6间我就慢慢放掉，全部卖到了。对，我6间我就慢慢放掉，因为我买30年嘛，我租出去住了10年，那么它的 construction 可能2年左右，所以我 Mandai Connection 剩下可能18、19年，所以我就把它放掉。那么我放掉呢，我都赚了一笔了。因为我买讲的实话，那时候我买大概是40万，我住了10年，我卖出去，我卖55万，所以我收了10年的租金，那么我又卖，又赚了10多万，可是我的本钱呢，我只是出了18%，因为银行借我90，大概就是可能4万块左右，我收了10年的租金，都差不多都40万了。我都收回我的本钱了，就是对我的 buying price， 其实我都收回了，可是我出的本钱只是4万，那我又再卖，我又再赚，大概是15万，我买40万，我卖掉55万，所以我又赚了15万，所以我算下来呢，一间大概我可以赚到的，我扣掉全部的费用这些，大概一间我都可以赚到30万。可是我的本钱我出大概是4万块左右，4万块而已啦。对，所以我的 net 我大概是赚大概30万。那么当然你买一间你就可以赚30万。可是如果像我这样，我买了6间，所以看你的定论说哪一个 investment 是最好的，很难去 compare。因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价格，那有些我还没有卖出去嘛，我还在收租金的，对吗？所以我很难跟你讲说哪一个是最好。可是我可以跟你讲呢，就是说在30年里面呢，还是有很多机会。我想问的就是那个你最骄傲的投资，不是那一个肯定赚钱的那种。OK， 最骄傲的我也没有什么说就觉得自己骄傲。最骄傲的，可是我可以跟你讲说，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对，当然是你的第一次了。第一次，你第一次就是永远对，而且呢，当我在签那个 OTB 的时候，对吗？我很怕，心里面我会怕，因为没有买过嘛，都会担心，对吗？可是买了6间之后，其他的当我在买的时候呢，我就很容易了。对，熟练了。对，就是你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好怕的。其实可以帮你赚钱的，所以我就不会像第一次这样有一点的顾虑啦，有一点的担心啦。第一次跟女孩子牵手，所以就不懂要讲钱了。所以真的是一点有那种的感觉。第一次不懂要怎样做，怎样琢磨。做我懂，因为我本身就是我的 background 就是 industrial agent， 所以讲是不一样哦。我跟客人讲，这个可以买啊，这个可以赚钱啊，讲是很容易，有没有人 advise 你还是什么，还是给你 encouragement？ 不用，是我自己。当然我已经做了几年，对，我的 experience 在里面了。只是你敢不敢踏出那第一步？对，是不是？就是担心踏出第一步。我放了钱，对，所以我跟我的 investor 那时候讲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可以赚钱的，我 confident 很赚钱，对吗？有时候我自己买的时候，
我来签那个字的那个 deal 的时候，我会怕的。第一次我会怕，会担心。接下来我就不怕了。签越多越 happy，因为每一天300千。对，这当我继续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那个顾虑就没有了。其实我是 look forward to 那些 worthwhile buy 的，我不会这样担心了，因为我有把握说我买的我可以租出去，我的租金可以帮我 cover 我的这个 installment， 那我就放一边了。我就开始又在看有什么好的 project，worthwhile 的，我可以买的，我就去买。很多 investor 也想问这个问题，你怎么可以 confirm that 这一个 property 是租得出啊？当然是很多人担心嘛，对不对？这个是每个人都会担心，我自己也会担心。对有几个考虑，我自己会处理的。对，我们也是想学。OK， 对，第一，当你买的时候呢 ，location。如果你觉得 location 是好的话，租出去的机会肯定是比较高的。location 好的时候，你已经赢人家了，对 ，location property 都是这样。OK， 当然，第二你要现实一点，就是你的 rental 的 price。OK，new project units 越多的话，对吗？你要马上要租出去的时候，你要给自己可能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把它租出去。所以你要讲把它比较快的租出去呢？当然是租金，第一个 project 的租金我 OK 有 lower 一点的，因为当它在 renew 的时候，我再来上那个租金，所以第一次的时候，很多 investor 都会抢着去租出去嘛，所以我会把我的价钱放 realistic 一点，稍微可能比较 attractive 一点，OK， 人家才会说 OK 租我的，所以我租出去了，我就放一边了，我不要去想它了，就是等到2年后 renewal 的时候呢，我再来上，可能上 20% 到 30% depending on market condition then。你会 prefer to go towards 买一个 new launch 还是买一个 resale？ 我是比较喜欢 new launch， 因为 new launch 你有这个 first buyer advantage。OK， 因为 developer launch 的时候是在 developer 的 cost price 跟他的 profit。如果你买这个 resale 的话，第一个买 first buyer 的时候，他也要赚嘛，所以 on top developer 赚的，你又再贴上一个 first owner 要卖给你的，他也要赚一个 profit， 所以你的利润可能会比较少，而且年份也比较短，除非那个人买的人呢是要自己用的，所以如果我自己用的话，我就不会去考虑说我要买 first hand or second hand。如果我自己用的话，我就考虑到第一地点。它的 design 适不适合我的 operations？它的 specifications， 我会考虑。如果我只是一个 investor 呢，我的考虑方面就是说它的年份，当然是我买 new launch， 它有附的那个年份在那边给我。那么我是 consider first buyer 嘛，所以我的 profit margin is there，upside is definitely there。对，因为你讲的像现在全部新的 new launch developer 出的那些，政府出的那些地，GIS 的好，现在都是30年的。你会不会担心30年太短？政府他改这个60年变成30年，那个时候我有我的顾虑，可是呢，我就慢慢的 convince 我自己。那么我也看到我的那些 investors 给我买60年的，他们也改成30年的，他们也是经验丰富的。他们也是买了很多工厂自己用的啦，投资啦，他们自己都有买，所以当他们也买30年的时候，我就给我那个 confidence， 觉得说30年有30年的玩法。现在我是跟我的 investors， 我是跟我的朋友他们 share， 说30年呢不是不好，它有它的玩法。玩法不只是 investor， 因为很多人买也是要自己用的，买来要赚钱的，所以看我们的角度是在哪里？所以 as an investor， 30年的new launch， 我觉得还有它的 upside 的。假设刚才我所讲的，它的地皮 OK， 现在可能人家是标在200块，可是你问你自己，5年后还可能说还是200块吗？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标可能是要250、280、300。那么我买200块，第一我已经赚了这个difference 了，这个地的那个起价，对，那个起价，地的起价我已经赚了。第二 ，construction cost、labor cost，construction cost 就是那 raw material 啦这些，好像你买 cement 沙啦，不可能 developer 现在买的话呢 ，for example，OK，
1000块一吨，不可能5年后变成500块一吨的。你看一个 COVID 来，对，全部东西都起。对 ，COVID 一来，全部都起，国际的方面都是一样的。inflation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你看美国现在 ，OK， 它的那个 trade war 弄到美国本身，他们的 inflation 是高到吓死人的。对，所以会影响的，它会 snowball 的。所以美国的 inflation 高，会传到全世界的。所以我很多朋友是问我嘞，你买的这样多，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间去买的？我说最好的时间去买呢，是昨天，不是今天，不是明天，是昨天是最好的时间。过了，对，每一天都是在起的，对吗？所以就新加坡的 market 对起的，新加坡的 market 因为地少嘛，政府又 control 这些地，很多外国的investors 都好啦，做生意都好，他们都很想来新加坡来投资也好，来开工厂来做生意也好，他们都想的。讲到这个你觉得新加坡的 industrial demand 怎样 ？industrial demand 我觉得啦，外国人肯定可以投资的，就没有 ABSD。怎么样去玩这个30年？我用这个 concept 1:3，我买1间 freehold， 我可以买3间30年的。来拿嗰邊咧？